赤子主苗价贵，没想到今天竟被我挖到了几株野生的，拿回去跟两相欢相陪，定能养出好花。莫伤人家。娘子受惊了，曹雷，快起来！没事了。多谢娘子救命之恩。起来，没事了。多谢。救命之恩不可不报，还望娘子告知芳明，明日定登门拜谢，送还这身锦衣。 今日山中相遇，你我也算有缘。一件衣裳而已，不必还的。我救了你，你是积攒了福报。娘子这一路都有官兵护送，可见身份尊贵，想必也不在乎什么奇珍异宝。我唯一可以拿出手的，便是养花之材。若是娘子不嫌弃，不若送娘子几株芍药，为娘子的府邸增加一抹颜色。 我初到长安，府邸还未有着落，你我同为女子，自当互助，不必客气的。你若再这样，我日后可不敢再救人了。侯一方，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回自己家也改不了贼眉鼠眼的习惯？
我小姨的眼光也太不济了。你这么晚来我这儿做什么？我要吃烤鱼。我今日身子不适，还是改日吧。慢走，不送啊。等会儿，你这身衣裙与往日不大相同啊。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我上山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荆棘把我这手给划破了，没关系的。我又不傻，划伤手的是刀还是草，能流多少血我还是分得清的。方才你鬼鬼祟祟，是不想被你那2个姐妹看到这血衣吧？小点声，小点声。你不老实交代，我现在就喊他们出来瞧瞧。别，千万别。事情就是这样了。不过还好，我福大命大。你可知是谁干的？我在长安，也就那么一个仇家。未必。商贾竞争屡见不鲜，可花行却从未行过如此狠辣手段。的确，若只是生意竞争，也没有必要取我的命。怕就怕这背后另有其人。我会去派传仪查清楚的。谢了，没想到这蒋寨主对我这个小工，还是有几分情谊的。不用谢我，我是看不得别人动我的钱袋子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你能不能好人做到底啊？明日可不可以派一个武功高强的人，再陪我去一趟清凉山？做什么？我想把丢在西边的芍药给拿回来。人家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你这伤疤还没好呢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？不是，那花培育好了，最起码一株能够值10贯呢，扔了怪可惜的。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抠的，衣服都成这样了，你不扔，还巴巴的把它带回来。这件衣服可是我跟生意赚了第一笔钱以后，生意买给我的，自然不能扔了。唉，不过也是，蒋军身边都是那些酒肉朋友，自然不懂我们之间这些患难情谊了。这么晚了，牡丹怎么还没回来？咱们出门去迎一迎吧。好。走。他们走了，回去吧。哎，你看，这怎么有只小猫啊？哎，它好像受伤了。他的伤已经被包好了，你还是小心自己的手吧。这怎么包的跟我一样啊？你给它包的？当然，是我只会川渝包的。来，它不怕你，你们好像很熟悉。别看他线下乖巧，我啊，好吃好喝了喂了一整年，他还是不肯留下来，经常神出鬼没，偶尔还带一身伤。不过，自从有了他，府中再也没了老鼠，也算是有半个良心吧。若是被圈养，失去了自由，再多的山珍海味也是没了滋味。在外面或许会挨饿，或许会遭遇凶险，但是天大地大，有无穷的可能。当真是一只聪慧有志气的小猫呀！
你与他倒是挺惺惺相惜的。好乖啊！小耳朵，小肚子，小尾巴。我派人查了你遇刺那日进出长安之人的名册，最可疑的便是此人。这是刘家的人，果然此事跟刘家脱不了干系。他们知道我活着，也明知道我的身份是假，却不报官，暗中出手。想必他们不想让吉安县主知晓此事。聪明。这次多谢将军，若是我防错了人，侥幸逃过这一次，下一次还是会被他们害死。你的真心感谢价值几斤啊？咱们的分成比例要不要调回来？那是不可能的。要不要本官帮你教训教训那小人一家？将军帮我查出了幕后指使，我已十分感激，怎能再劳动将军？母亲跟玉露的仇，我从未忘记。我早晚会跟他们再相见的。有你这狡猾之人盯着，我便等着看刘家登高跌重那日。不过来日归来日，今日这关，你打算如何过啊？总不能千日防贼吧？刘畅之前就知晓我在长安，刘家如此痛下杀手，怕是因为刘畅对我……你想让他断了心思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如今我甲级在身，不便声张，我只能先打消他们再次动手的念头。无论刘家二老如何狠毒，但刘畅最起码是一个守法之人。况且，他一直对供药之事心存愧疚。或许这份愧疚，能助我化解此事。别让你家郎君下来，若是被人看到，只怕更是要误会。你约我见面，我十分欢喜。手怎么了？我的手，是你父母派来的杀手所伤。刘畅，我又差一点没命了。对不住啊，我没想到他们竟然发现了你还活着。我即刻去寻一个安全的寨子，你待在我身边，我定会保护好你，不会再让他们伤害到你了。你别下车，你离我越近，怕是我死得越快。刘畅，你真的以为你可以忤逆你父母吗？只要你我尚有瓜葛，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除掉我。你口中的保护，不过是他们用来杀我的刀，这跟你亲自杀了我又有何区别呢？请你转告二老，我绝对不会打扰你跟县主的婚事，更不会阻碍你们刘家的荣华富贵。何为芳一死，还请他们高抬贵手，也请你放过我。父亲母亲，请放过何为芳吧。我们刘家书香门第，不要再做这等杀生造孽之事了。
你怎知道何卫芳没死啊？他来纠缠你了？并非如此，是我偶然发现他还活着，是我去找的他。那你找他做甚啊？你难道要把他接回刘宅吗？你既然答应了和县主的婚事，那正七位王的事情被县主和宁王发现，无异于欺君，判死罪也不为过呀。县主虽然钟情于你，不忍杀你，但婚事一旦告吹，你的仕途就保不住了。子说，当年因为你和县主之事，咱们被赶出长安，被逼着连着故居都卖了。如今好不容易回到这里，若就是再来一遭，只怕我与你父亲也活不了几年了。我并非是要背弃刘家，而是求父亲母亲别再为难他了。官署不上，他已经死了，他也不再是我的妻子了。不是我们要杀他，是你呀。若你忍不住要去见他，那何为芳就还活着，永远横在你和县主之间。若你真能当他死了，我们自然也不必让他再死一次。好，我答应你们，我不再见他。如此，父亲母亲便可安心。这家府好大的规矩，买个香粉还要送货上门，这也太挑剔难缠了。挑剔点有什么不好的？这盒子里的香粉基本上都卖光了，还不是咱们赚钱了？也是。再说，出来走一走，就相当于活络筋骨了。对，活络筋骨。这仪式看着好眼熟。站住！好像是吕光川。吕大福，快快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哎呀，人干什么呢？这是！人！哎，这往后往后！哎呀，真是对不起，你说我这弄的，你说这人！快跟我走！那位娘子怎么办？她身手很好的，咱们去店里等她。快，这边我们有。来，快，别管要了，快走！吕娘子，怎么每每遇见你，你的行径都如此古怪？你看，你看。牡丹若想害你，今日就不会出手。你若信不过我们，就走吧。我只是在行医而已。你之前买花只取根茎，是为了入药。我听旁人说花满柱有别家没有的梦蝶香，我就想看看它的药性与别的芍药有何不同。行医救人又不是坏事儿，干嘛偷偷摸摸的？女子行医常遭人诟病，有些人一看到我是女子，便不信我的医术。病人疑医师，那这病还如何治得好？今日那些人为何追打你？可是你将人治坏了。不是的，凡是遇到我医术不及之症，我定不敢不自量力。但凡是我可以医治的，经我手的病人，无一例外不被治好。你这药材远超你所赚的诊金，你这是收钱太少，坏了行规，怕是被别的医馆教训了吧？竟然亏钱看诊，你当真是吕行头的女儿吗？我父亲确实不知情，若是被人抓到，告到我父亲那儿去，恐怕日后都再难偷偷溜出门行医了。哦，日后各位若有任何不适，还请找我来看，我定分文不收，以报今日恩情。
差点被人发现你是女医，你担心的不是名节受损，而是无法继续替人看病。我的病人中有几位需要定期施针，若是治疗中断，病情反复，那怎么行？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位病人在等着我去送药，我就先告辞了。等一下，你若现在出去，又碰上那群人怎么办？这药我们替你去送，你先换回女装吧。你只有安然地度过了今日，日后才能继续行医。你这手是被什么所伤？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了？7日前被利器所伤，包扎后并无大碍。我懂些药理，所以配了一些花鱼止血的药。就是平日里，偶尔会有一些抖。这样，你试着握拳。握拳？嗯。你再试着使劲捏我的手。使劲儿。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不妥当吗？啊，很疼吗？你快掺上去煮水，然后再拿些干净的布和木板来。大夫已经将药送去了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别慌，他在帮我看病呢。你这皮外伤看似无碍，实则指尖筋脉的损伤却没有及时医治，这才会颤抖。若是不将患处剖开，让筋脉归位，你这手恐怕就要彻底废了。啊！不是，明明都快好了，怎会突然筋脉受损？他的话不可信，她是吕万荣的女儿，或许他就是想趁机毁了你的手。不是的，我不会害人的。你这手已经耽搁了许久，必须立刻治疗，不能再拖了。你父亲视我为眼中钉，你为何要帮我？因为我先是医者，再是吕庚春。那些流言我是有所耳闻，可是我相信我父亲的为人，他虽古板了些，却为人正直。那些下作的伎俩绝对不会是他所为。你当然会替自己的父亲辩驳，牡丹，不可信他。生意上的事我不懂。我只知道，凡大医治病，有疾厄来求救者，愿亲善友，普通一等。我既发现了你手有伤，就不能放着不管。若是你不信我的医术，大可差人去打听，我可曾治坏过任何一位病人。我如今已知晓了你的身份，若是经你诊治后，我的双手恶化，我定会报官抓你。到时候你不仅仅只是挨板子，你的名声家声都会有损。即便有这样的风险，你还是愿意诊治我吗？若是因为我心术不正、医术不佳致你残疾，挨板子又算得了什么？也当废了我的手才是。这是我们初见时你遗落的帕子，连帕子上绣的都是可入药的龙胆草，可见你是真的痴迷医术药理。我信你。牡丹，比起她是谁的女儿，我更相信自己的所感所见。小春，
你叫我小春就好。我定会助你痊愈，绝对不会辜负你的信任。好啊，那我的双手就交给你了，小春医师。哪儿找的江湖游医？怎么把手抱得跟个蒲扇似的？蒋军抽走的利钱太多了，我也只能请得起江湖游医了。此话不妥啊！我们的分成不是早就定好的？莫非你想反悔？我这个人答应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反悔，相反的，我还要给蒋军送钱呢。你又在打什么算盘？我手都这样了，还打什么算盘呀？蒋军，您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好不好？我说的是那盆压在您腹中的琼台玉露，也该赎回来了。这个好说，且看今晚的宵夜啊，味道如何？刚好有人进献了上等的美味，烤肉啊，烟火气太重，怕污了蒋府。还是你这个小破院合适。哎，蒋军，您看我手都这样了，也无法侍奉您吃喝了。养伤期间，您还是到别处享乐吧。啊，右手不便，那左手可以用吧？还是说那盆花，你不想赎了？白日我特意命人送了秋千过来，也算是为你的小院啊添些义趣。我还真是感谢您了。知道我忌口，只能啃糊饼。一会儿不光要在我面前吃这些肉，还让我帮忙烤，真可以。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右手也别闲着。一会儿啊，过来给我扇扇风。给你扇风，我还怎么帮你烤啊？蒋军，不如我给你表演一个变戏法吧，表演一个喷火如何？你看。哎，且慢！我给你带了你能吃的。上等贡品白蜜，止痛益气，够意思吧？拿过来吧。当初在洛阳，你送我的烤糊饼，上面也刷了一层蜜。这可是我们何氏独家烤法，一般不传外人的。蒋军今日可是有口福啦。蒋军尝尝。焦甜酥脆，确实不错。给我掰一块。不愧是贡蜜，好甜啊！使唤我上瘾了，自己掰。小心烫。我替蒋军烤肉，蒋军帮我掰糊饼，礼尚往来，有什么不好呢？那我这肉怎么还没吃上？这不还没好呢吗？反正嘴有2张，手只有1只，我可不能饿了自己。你先把嘴边的蜜擦了吧。
谁啊？寨主。蒋军，这是烤肉，没吃饱吗？这多谢蒋军了，明日我便把钱送到你的府上。我帮你搬进去吧。那有劳了。不过这送花也不急这一时，何必半夜折腾一趟呢？念在你辛苦烤肉的份上，送个回礼。太医署副医师亲手配的药膏，专治静脉受损。你有这么好心啊？一瓶价值1000文。我用不起，蒋军留着自用吧。没要你的钱，我还指望你的手替我挣钱，为我烤肉呢。不快点好啊，亏的是我。我还是自己来吧。此药有特殊的上药手法，你会吗？心若如霜，凝结多少过往，坠入目光，随你笑容流淌。情若如霜，就万里徜徉的忍着点啊。能否也触碰到？杨长阳，你不说话的时候，还挺像个正人君子的。云被黑夜隐藏，要怎么我亲你，亲你。寻挺高的地方，月落肩上一路昏黄，自然生长中渴望。心若如霜，一世寂寥何妨？骗你时光穿过我的心房，情若如霜，有一盏烛火在摇晃，从不长，却为你牵挂。灯回望，看山高水长。求求你，让我见见花鸟使吧！求求你，让我见见花鸟使吧！我求求您了，您就让我见见花鸟使吧！我求求您了，你让我见见花鸟使吧！阿宁，我好痛，我想回家。范儿乖，你兄长一定会救你的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，你让我见见花鸟使，你让我见见花鸟使。蒋长阳，范儿是你的亲弟弟，也是你唯一的血亲，你难道就这样看着他遭病痛折磨，不为什么？阿宁，不能进，真不能进。回家吧，范儿的病好了。哎，你恨我，杀了我便是。可你怎能对自己的手足坐视不管呢？求你救救他，求你救救他吧！求你救救他吧！求你救救他吧！求你救救他！求你救救他吧！求你救救他！求你救救他！没事吧？蒋长阳，求你救救他吧！
求你救救他吧！求你救救他吧！求你救救他吧！何娘子，你就别去了，谁劝都没有用。这娘子是郎君父亲的别宅妇，我们家郎君是绝对不会管她的。我知道了。琴声铃铃，都遮不住外面的哭喊声。蒋军若是嫌他们烦，叫人把那对母子打发了便是，让川渝给他们些钱帛，送到医馆就好了。他们是谁？与我何干？你又是谁？凭何智慧我的行事？我并非要智慧你行事，只是方才在门口，我看到那小儿浑身疼痛难忍，口吐鲜血，但是手中一直紧紧握着这蚂蚱，不曾松手。这毕竟是在蒋府，有何事，我想还是来跟你告知一声，万一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呢？没什么隐情，我只是看他们母子二人不顺眼罢了。若只是因为白氏抢了原本属于蒋夫人的宠爱，蒋军也不会迁怒于那小儿。虽然在外人的眼中，蒋军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佞臣，但我与你相识不短，我深知蒋军并非如此。你觉得我该救他？此事我不好评判，但我觉得你想救他。你把我想得太过慈悲。你是那小儿为何体弱多病？因为临盆之际，白氏难产，几乎殒命。当时他叫得极为惨烈，远远胜过今日。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当时我就站在他们家大门外。他的儿子不该死，我的母亲就该死吗？母探，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得罪花鸟使啊？他又没说不让别人救。先前我还觉得花鸟使是条好汉，没想到对自己的亲弟弟如此绝情。莫要轻易下定论，这是别人的家事，其中恩仇不是我们外人能体会的。如何啊？暂时施了针，孩子睡着了。这小儿的病十分离奇，肢体疼痛无力，左下肢肿胀巨暗。我先前怀疑是生瘤，然其皮肤却无发红，亦无破溃。依我所见，他得的怕是鬼怪骨。这是什么病啊？从来都没听说过。此病骨枯而髓减，发病时病人全身如万虫啃食，痛不欲生。那这还有得救吗？此病虽不致命，然要根治却极为困难。凭我现在的医术，只能暂时缓解。但我曾读过太医署傅圣手的著述，书中曾记载过此病。若要根治，恐怕只有他才能做得到。看来还是绕不过蒋长阳。
郎君真的不在府中，何娘子别费心寻他了。进。吃点东西吧。啊。还没有蒋军的消息吗？牡丹店主，吴伯，牡丹店主，随之昨夜就来了，一直在这儿坐着，什么话都不说。许多年前，我也曾见过一次他这般模样。也是因为白氏母子。吴伯，白氏生产之时，他当时也在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虽只能跟你说这些，想必已经把你当成了可以倾诉的知己了。白氏之子出生当日，已是随之的母亲殒命之时。随之，我在这儿。你父亲，他在哪儿？元堂。随之，我想见你父亲最后一面。安娘，你等着，我一定把他找回来。咱们走。家主，家主，夫人难产，会有血崩之事。我安娘要死了！他在为我拼命，
命悬一线，我不能舍他于不顾。你先回去，让你阿娘再等等。等我这边无碍了，我马上赶回去。阿娘已经等你太久了。她是你的发妻呀，你也曾信誓旦旦地写下此生不负的诺言，为何如今你要这般待她？她只是想再见你最后一面。我欠他的，今生是还不尽了。等来生，我定不负他。世越情啊，生死不离，不过是无情伤人，痴情伤己。他的孩子不该死，我的母亲就该死吗？原来这话，他是这个意思。夫人咽气以后，随之就失魂落魄地跪在床前，整整跪了一夜，直到昏倒，都未曾离开。醒来之后，也成了这副模样，不肯说话，也不肯进食。怪不得他会发誓终身不娶。想必在那个时候，他就不再信人间情爱，而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无情之人。他呀，只是看上去像个无情之人，实则受人滴水之恩都要去报答的。几年前，我老家洛阳的亲人，全都因为染了瘟疫而丧命。我万念俱灰呀，就想自尽了断，也是随之救了我。我不过是他母亲院中的一名管事，一个下人而已。他却亲自到洛阳把我接回来。他跟我说，这些孩子呀，就是我的亲人，这才给了我活下来的理由。他平日那些嬉皮笑脸皆是伪装，随之心里是很苦的。牡丹，即便是你不喜欢随之，但能不能在他落寞伤怀之时，多陪陪他？这些年，他实在是太孤单了。
想必他心里也在天人交战吧。他明明什么都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他父亲犯下的错。可，他若是救下那对母子，他心里便会觉得是自己背叛了自己的母亲。可若是不救，他怎么会忍心不救呢？这便是他的困局。磕了这么久了，吃点鲜花饼吧。喝点茶吧。不可。我这次来是来恭喜将军的。你的仇人就快死了，所以你不必再心烦。也可以早早的回府了。这白氏母子啊，还真是好骗。我骗他们与你不睦，引他们上钩，请医师前来问诊。这白氏还以为遇到了菩萨，殊知那小儿的病极为棘手，唯有副圣手才可以医治，任凭谁都回天无力。他们现在人在何处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已经打发到底店了。不出3日，必死无疑。多谢你帮我拖死他们，我会将棺材钱备好，就等那小儿咽气。反你走这一趟，赏你的。这是什么？金挺啊，看不出来吗？小娘子，您是？鄙人姓傅。昨夜将军说他大仇得报，一时欢喜过了头，饮酒又吹风害了咳疾，让我来给他看看。您走错了，蒋府在那边。招财，你怎么？看过将军后啊，他吩咐说后院有位娘子右手经脉受损，既然来了，让我也顺便看看。哦，他的手我已治疗妥当，无需外人在。您是太医署的副圣手啊！您所著的医书我全都烂熟于心，没想到竟有一天能见到活生生的您。哦，眼下有一位小儿得了您书中提到的疑难杂症，急需您去看看。哦。小朝阳这病来的挺及时的。进去吧，在里面等着阿娘。夫人，这些钱帛是给孩子的。感谢娘子救下我儿，娘子大恩，我母子2人无以为报。不必客气，收着吧，快，收着。
杨子真是慈悲心肠。只是您是替蒋长阳赚钱的店主，却背着他偷偷救下帆儿，杨子千万小心，我怕他若发现会对你不利。夫人真正要感谢的人，并非是我。若他真的想让你的儿子被此病折磨一生，这偌大的长安，又有谁能真的救得了帆儿呢？川渝，副圣手的看诊费用不低，我家郎君说，像何娘子这般吝啬之人，若是这般垫付了，日后定要从他处加倍讨要，让我把钱给你。好啊，既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？啊，郎君没有了，但是我，何娘子，这些年只有你能看穿郎君在演戏。既然你如此了解他的心思，为何不再劝劝他，不要再自苦了，放下仇恨，才能更开怀，不是吗？他选择救人，是因为他那颗心软绵绵的。只有菩萨才能宽恕一切，可做菩萨多无聊啊！既不能吃肉，又不能喝酒。如果换作是我，我会同他一样，做出一样的选择。所以，不用放下仇恨，放过自己就好了。做个俗人，没什么不好的。走了。自以为懂我，我可是长安第一堂官，还软绵绵，你才软绵绵。我直接把钱砸到了白石的脸上。我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蒋军给你的棺材钱，日后是死是活都跟我们蒋军没有关系。你若是再敢出现在我们蒋军面前，别怪蒋军心狠手辣，直接把你给白了。听懂了吗？不好意思啊。你这说的，怎么和川渝说的不太一样啊？底殿外，他亲眼看见你客客气气的将人送走。我那是大庭广众之下，我得给蒋军留有脸面呀。可是私下，我那可是令人发指，专整那下地狱的事情虐待他们。具体干了什么，我就不说出来了，我怕污了您的耳朵。总之是替您出了一口恶气。家里钱够多，买通10点阎王不在话下。你若为了我下地狱，我定亲自去捞你。那还真是谢谢蒋军为我慷慨解囊了。是我该谢你才对。谢你手段毒辣，解我心头之恨。谢你为我作奸犯科，与我沦为一丘之貉。谢你洞若观火，明知不必说了，一切尽在酒里。我懂得。哎，你手伤还未痊愈，不可饮酒。这杯酒啊，何该我来喝？今懂得。喝猛了，酒后戏言罢了，别当真。我知道，酒后戏言。蒋军，
那您刚刚说的不是戏言吧？您说您的家里钱够多。我这第一次当坏人，打打杀杀的，又是买药又是买刀的，花了我不少钱。不如今日我心情好，说来听听。看在我尽心尽力的份上，看在花满都要扩大经营的份上，不如把契约改一改，4、6分如何？你这奸商也上瘾了吧？得寸进尺。话不能这么说呀，毕竟我替蒋军干的都是欺善凌弱的事情，你若亲自去做，那不得下火山地狱啊！日日火烤而不死，多恐怖啊！蒋军，这个炭它怎么好像不烧了呢？是不是？啊？哎，蒋军，你看看，这炭是不是不烧了呀？我就这么一个弱点，还落到你小人手上。啊，罢了，就依你。多谢蒋军。既如此，我得敬您一杯。都说了不可饮酒，怎么就不听医师的呢？没事儿，我这许久不喝酒了。我看你这一直喝，心里痒痒的，我就喝一杯。来，你给我一杯也不行。蒋长阳，给我喝一杯。不行。你给我喝一杯，怎么了？不行。你这个人，你给我。不行。哎，不行。手受着伤呢。所以不能喝。哎，不行啊！听闻县主要来，这些点心是臣妇亲自做的，用的皆是最上等的食材，县主尝尝。今日前来，我也备了一份礼。这是湖州顾主山进贡的紫笋茶，享地院仙江之美誉。县主与郎君成婚在即，免不了有贵客登门，以此茶招待，才配得上刘家的尊贵。谢县主。饮紫笋茶呢，讲究时机，在摘下的头2个月品尝，方可持茶留香，晚了可就不好了。县主所言甚是，此等好茶怎能久放？我与主家已经找人算过了，下月初6，正是千载难逢的大吉之日，正宜成婚。母亲，今日户部告假的人多，我事务繁忙，再过一阵子吧。公务哪有咱们的婚事重要？婚事重要，更需悉心准备，不可操之过急。我于户部多日，终得了些实事可做。过了这阵，再办如何？婚期之事，我们稍后再议。园中花开如许，子叔，不妨带着县主出去看看啊。好了，别气了，都听你的。等你忙完了这阵，我们再成婚。谢谢。除了这件事，你还有一件事得谢我。你可知道户部的官员为何高价？他们轻慢于你，我便派人教训了他们一番。经过此事，他们必定会反省，以后定不会给你脸色看。你为何连问都不问我一句，便擅作主张啊？是你自己跟我说你无事可做，我只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如今他们不在了，不正好遂了你的意？我这么做只是为你好，你为何不领情，还对我发火？就是，县主，这狗乃大王所赐，主家感念大王厚恩，对他极度宠爱。
这才让他肆意在宅子里面跑动，惊着了您，还望县主恕罪。原来是父王所赠，拿过来让我瞧瞧。来，果真是狗仗人势啊！宁王送的狗，冲撞了县主也无妨，只要换作是别人送的，岂不是直接拿出去给打死了？你今日究竟怎么回事？非要和我闹别扭？我只是觉得我同这狗很像，有什么价值，全看主人是谁。子书说这个话，既是妄自菲薄，亦是看清了父王对你的栽培。我知道，你因为我催促婚期，心中不悦，但我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不祈求你怜惜动容，但你至少不应该说刚刚那样刺心的话。莫非你心中还有那何事？不可能，区区一个俗妇，有什么可留恋的？更何况她已经死了。你当我真的不知她如何死的？她不是坠崖而死吗？你要与我成婚，她就不得不死。虽然你不是亲自动手，但她却因你的欲望而死。是他自己失足坠崖，与我何干？子书，你为了一个外人，现在与我置气。我们俩的婚约是你亲口答应的，现在你又过来怪我。我不是怪你，我是怪我自己。怪我自己无能，我什么都把握不住。我的喜怒哀乐，皆被你所牵动。你是这个世上唯一能够把握住我的人，为何次次要将我推开？有人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不是看不到你对我的好，而是你的所作所为，让我觉得难以呼吸。你对我的好，让所有人都怕我，疏远我，让我日后再无同僚好友吗？你不需要其他人，你只需要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子书，你还不明白，没有我，你根本进不了户部。你只要惜我、爱我，再高的官职，父王都会给你的。所以我的仕途完全建立在一个女人的闺房软榻之上，是吗？你为何说话如此难听？你做我的夫君，可以免去党争争斗的凶险，有何不好？讨我欢心，不比暗途劳形要轻松得多。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，你为何要逼入蛇蝎？所以我的理想抱负于你而言，就这般低贱，这般无足轻重。恩典，我难道还要跪谢你的恩典吗？牡丹在刘家时，从未如此看待我，完全不知珍惜。你果真心中放不下何为芳？你是觉得他比我好？区区一个贱妇，他何其无辜！你不该如此轻贱他。无辜？当日在洛阳水玉亭，是他主动来找我演那一出戏，好让你我顺势定下婚约。何为芳巴不得早日与你和离，不惜如此算计你，你还觉得他无辜吗？不可能，何为芳他不是这种人。
此，他又怎会牺牲你的名节，来算计这一切的？是啊，同为女子，我甘愿舍弃自己的名节，只为了与你在一起。可你听到这些，想到的是何为芳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那我呢？我若不那样做，父王怎会同意你我之事？子舒，为了你，我甘愿与那低贱之人联手，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算计在内。你还不明白我的苦心与情谊吗？你当真是疯了！你骗我、瞒我，看我如跳梁小丑一般颜面丧气。你让我背负着通奸的骂名，让我背负着对你的愧疚，让刘家因为丑闻不敢也不能推掉这门亲事。如今你还要我装作一无所知，继续与你成婚吗？你这是何意？刘子舒，我已为你委屈至此，你要把我推开？我堂堂县主，愿意放下身段哄着你、捧着你，你当真以为我没有脾气？是我高攀了，县主。世上怨偶万千，不必再多你我这一对了。一场花魁的选拔，竟然张罗得如此热闹，没白来。真没白来。今日欢迎楼只对贵客开放，还要多谢蒋军能够带我进楼。谢就不必了，我愿带你来，是因为你自称想学这经商的招数，只要你学以致用，替我挣更多的钱帛，便算对得起我。放心吧，蒋军，这经营招揽之术啊，我已经记在心里了。日后必定会用在咱们店铺上的。今日这欢迎楼，以大面之曲作为开场，更向宾客们分发了这么多有趣的面具，实在是颇有情趣。郎君，这不是我们的酒。换一套备着。是。怎么了？恐怕是伙计上错了，亦或是有心人趁乱放我们桌子上的。那也不必都倒掉吧，多可惜啊！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皇娘子有所不知，郎君在外饮酒，被人下毒不止一次了。前几年有一次不慎中招，吐了好几口血呢。这么严重？毕竟恶名在外，只能小心谨慎。
之前在洛阳，你遇到刺杀你的匪徒，也如现在这般满不在乎的样子，仿佛已经习惯了随时身处险境。同样的情况，遭遇10几次、几10次，谁都会习惯的。看来蒋军这个贪官也不好当啊。你就别替我操心了。今日这盛况难得一见，何不趁机好好玩一玩？好。子舒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没有我，你根本进不了户部。你只要惜我、爱我，再高的官职、父王都会给你的。讨我欢心，不比暗途劳形要轻松得多。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，你为何要逼入蛇蝎？谗人高诈，贤士无名，虚节默喜，谁知我之廉贞？刘子舒，你瞧瞧你这副样子。穷穷竭力，形影相吊，月下独饮，何其可悲啊！何其可悲！郎君，没事吧？我去帮你捡。多谢。治理水患从民生入手，将百姓的屋宅和田地置于首位，居然还有围水筑田、树水攻沙的思路。这样一来，便可以在日后长久地预防水患再发。如此卓而不群的治水策略，想必是花了不少的功夫。每日都有官员送来阿谀奉承的文章诗词，大王吩咐了，要将他们定期拿去烧了，免得占地方。郎君，你的策论。多谢。高山流水，知己难寻。你还好吧？牡丹，牡丹，刘畅，你才是我心中想要举案齐眉、相敬相爱的妻子啊！你胡说什么呀？牡丹，你与县主联手做戏之事，我已经都知道了。
所以呢？过去是我和刘家愧对于你，你这么做我不怪你。如今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我二人重修旧好，我定会。我方才并不知道面具下的人是你。其次，你我之间从无旧好二字。好，那就是不提，就是不提。于此我们就算是初次相识，你我二人重新了解彼此。我已经跟县主提出了要解除婚约，我愿意为了你放下如今的地位和名望，好不好？刘畅，我劝你病入膏肓前，先找个医师好好的治治脑子。所以你跟他们一样，也看不起我是吗？是，我是宁王跟县主身边的一条摇尾乞怜的狗，谁又会看得起一条狗呢？可狗生能大叫能龇牙，凭什么我都得忍着？你在我面前何曾隐忍过？现在这一切难道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？你三番四次的纠缠于我，并非是对我情深意重，你只是想从我这里找到你可悲的存在感，让自我感觉没有那么的糟。你想让你的家族荣光平步青云，可你又放不下你的孤高，你无休止的自怨自艾，软弱的将一切痛苦推给是父母的压迫、旁人的不赏识，可你自己呢？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任何。你总觉得全天下的人都看不起你，在我看来，最看不起你的人是你自己。你根本不知道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根本就不是这样。就算我心之所求，可刘家的荣辱全压在我肩上，我如何能抛下这一切呢？若持孤高之心，便守清平之道；若决定逆来顺受，便要承受屈膝之辱。可你非要两者皆求，到最后只会两相倾轧，粉身碎骨。刘畅，先成为个人，再去背你所谓的姓氏吧。先成个人。先成人。墙角听得有意思吗？穿着大氅，戴着面具，都能被你认出来。你站在这里很难不被认出来吧？何况隔着面具就能看到你眼神中的身兼巨化。忘了是谁带你入楼的？说错了，是隔着面具都能看到你眼神中的博学多才、才高八斗、斗鸡走狗、狗尾续貂、貂……看来这辈子呀，都无法从你这听到一句好话。夜晚风凉，别光顾着跟刘家郎君叙旧。你这出来听墙角，就为了送个衣裳？还有，亥时已过，不能出方，恐怕今晚你要暂住欢云楼了。已经2更了，只有1间房间了。今日选花魁，宾客众多，实在是匀不出多余的客房了。就这一间，还是平日里郎君小憩用的。你家郎君啊，神通广大的，不必拘于宵禁的限制，就算大摇大摆的出方回府，这武侯跟方丈也不敢拦着。不如把这个房间就让给我吧。若我今日偏要做个守规矩的，你当如何？既然如此，那只有一个办法了。
怪不得欢迎楼的生意这么好，连床铺都这么舒服。其实今晚呢，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，跟你好好的聊一聊。牡丹想知道什么？芸娘定知无不言。太好了，我今日看你忙得打转，实在不忍打扰你。幸而这客房不足，我才能厚着脸皮挤到你的房间里，向你请教一下生意经。你自己也是店主，花满柱经营的门庭若市，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？我不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。如今花满柱只是一间铺子，尚可勉力操持，但我以后打算开很多间分铺，要面对更多的客人。牡丹有野心，有魄力，定能得偿所愿。芸娘，你快跟我讲一讲，这欢运楼又是卖酒菜，又是开客房，还要安排歌舞表演，这么多活动跟生意混在一起，你是如何兼顾的？想要把生意做大，就不能只靠自己，还要多倚仗身边有才干之人。所谓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你要把他们每个人都放在其最擅长的位置，让你的帮手都发挥出他们的长处。大王，承蒙县主厚爱，刘畅敏感妩媚，但所得并非所愿。若勉强成婚，只会对县主不公。刘畅恳请大王能够解除我与县主的婚约。同有朕拌嘴啦。他自幼受宠，性德自然有些刁蛮，你多让着他些便是。我已深思熟虑，并非意气用事，还请大王能够应允。有朕对你一往情深，为了你的官职数度来求我，你现在突然要悔婚，不仅糟践了他的爱意，又将皇室的颜面置于何地呀？成婚一事，是我出尔反尔，我愿辞去户部员外郎之职，大王如何处置，我绝无怨言。哦，你想清楚了？是。好。作为父亲，有朕的幸福一直是我的心头大事。我曾经顾虑你是为了前程才与他成婚，不过刚才你的一番话，却是君子之言，倒令本王刮目相看呐。来，可塑之才呀！若经一番历练，必成大器。这样，我先调你至别处，至于你能否再生，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谢大王，刘畅感激不尽。哎呀，出家，出家！退婚一事，宁王已经应允，父亲不必再浪费口舌了。我今日定要打死你这个逆子！是儿子不孝，父亲如何罚我，我都甘愿领受。但有一事不得不提醒父亲：今日陈宫进京，以父亲的才干，可以说服他保下您的位子，不受我拖累。快起来，起来吧。
小孩子间闹闹别扭而已。刘神说了，定会说服刘畅，与县主重归于好的。这刘申无颜来面见大王，特求我来为他送上本月敬礼。外面还有酒香。自打这刘申坐上了太傅卿，孝敬大王的钱帛翻了1倍。虽说这刘申，胆小怕事，却是条会赚钱的好狗。大王伟业，少不了钱帛来疏通，不妨暂且先留着刘氏这个钱袋子。好了，既然你肯替他说话，看来此人还有些笼络人心之能。大王圣明，您放心，这3公9卿间的往来，自然轮不到他。但有时这小鬼难缠，下面那些个小吏，倒是正好让这刘氏去出面维护。您把那刘家郎君发配到那种地方去做官，他肯定受不了。不出几日，他定回来求饶，回头哄县主去。哼，敢欺辱我的女儿，就算他来日回头，这些事也定让他受些教训。哎呀，这设宴的命是真好。每次郎君都亲自到点救赎为他挑马。设宴替我卖命，经常日夜奔波，自然得备几匹好马。你跟在我身边，1年也出不了几趟远门，有什么可吃味的？那不对啊，郎君，我也没少为您出力啊。您看，我得时不时打退冒出来的刺客，还得常年陪着您做戏。好，知道你劳苦功高。库里那把香漆抹刀，你拿去耍。真的？谢谢郎君，川渝为郎君肝脑涂地。刘郎君，来吧，尝尝这美味珍馐吧。可属亮，那是洗马用的水瓢，岂能拿它饮水啊？如何不能啊？哎，你不是说都已经洗净了吗？难道你敢玩忽职守？雪茄之罪啊！葛属令为何要刁难我？为何？刘郎君啊，你现在可已经不是宁王的贵婿了，饮水不必用于盏，这破烂之物，正配你的身份。把他嘴给我撬开！尝尝，好喝的很呐！没喝够，再来1瓢如何？葛属令驯人比驯马有一套啊！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新来的人不服管教，让花药师见笑了。您是来挑马的吗？我亲自带您去挑。啊，不必。我与子书啊是老相识，今日就让他陪我吧。子书兄真是让我刮目相看，连宁王府的婚事都敢推举。宁王先前亦撮合过您与县主，将军不是也拒绝了？谁让县主只对你痴心一片呢？依我看，他是打定主意要嫁给你了。如此使之不允，你分明可以从善如流，又何必自讨苦吃呢？将军这是来做宁王的说客啊，还是为了你隔壁的邻居，才有此一拳？
看来你对我们蒋府的小花匠甚是惦念啊。他诈死，能重获良籍，在长安开出花满处，这背后少不了蒋军的帮助吧？我只是出了点本金，躺着收利钱罢了。他能有今日啊，都是靠他自己。那在洛阳时，蒋军助他合理，又是为何？他被你们刘家欺负成这样了，你身为人夫毫无作为，还不允许别人行侠仗义了？从前确实是我有负于他，但我不会永远困在这小小的马厩。待我平步青云，我自会向他求取，倾心以待。你想的倒是挺美，但你有问过何为方愿不愿意吗？我心赤诚，自会打动他。倒是蒋军，为何如此关心他的归属啊？是怕他不能继续为你养花赚钱，还是已生出别的私心？我有什么私心都无妨，但若你的私心被县主知晓了，只怕他又要有性命之忧了吧？言尽于此，还望你好自为之。先前的事，谢过蒋军了。郎君，您为什么要掺和别人的家务事，给自己找不痛快呢？什么叫家务事？他们早就不是一家了。蒋小花现在是我的钱袋子，库里金山银山，您就真缺这么一个漏洞的钱袋子？